老公的继妹怀孕了，却不肯说男友是谁。在没跟我商量的情况下，老公把她接到了我家别墅养胎。可是夜里我起来喝水，却撞见老公在阳台上抱着她亲吻。老公的继妹何文丽怀孕了，却不肯说男友是谁。何文海在没跟我商量的情况下，把她接到了我家别墅养胎。何文丽在我面前目光闪躲，一句话不肯跟我说。她待我一向不亲近，但公公婆婆之前出了车祸，公公当场去世，婆婆现在还躺在 ICU 里。她一个19岁的小姑娘，遇上这种事，除了兄嫂可以依靠，好像也没别的办法。其实我想劝她打胎，毕竟年龄还小，大学都没毕业，怎么养孩子？何文海却反应激烈，打什么打？她还这么小，打胎多伤身体。我何文海还养得起自己的妹妹和外甥。可是夜里我起来喝水，却撞见何文海在阳台上抱着她亲吻，几乎是下意识的，我躲了起来，只觉得浑身的血都仿佛凝固。玻璃门外，何文海的声音隐隐约约：丽丽，你放心，等我解决了碍事的人，我们就能永远在一起了。这是我跟何文海结婚的第2年，我们是相亲认识的，何家条件很好，他本人也优秀，名牌大学毕业生，相貌堂堂，举止谈吐都很令人舒适。见面后，何文海对我很热情地展开了追求。我那时年纪还小，本没想着这么快就恋爱结婚，可他的一番话打动了我。他说：晶晶，我追求你是因为我喜欢你，你不用把这当成一种负担。如果我的喜欢让你困扰了，你一定要告诉我，我退回到合适的距离。但请你认真考虑我们的关系，不要回避我的心意。这些话让我觉得他是一个懂得尊重我的人。就这样，我在他的攻势下渐渐心动，最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婚后，何文海对我一直是温柔体贴的。除了工作很忙，经常需要出差，他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完美的丈夫。公婆对我也不错，唯独小姑子何文丽对我很冷淡。我第一次去他家时，何文丽还单独找我说话，你不觉得你跟我哥不合适吗？他那时才17，我当他是小孩脾气，却也难免觉得被冒犯。你不喜欢我？他咬紧嘴唇，最终眼神古怪地看了我一眼。反正没等他说完，何文海来喊我吃饭，他就扭头走了。随后何文丽就去外地上了大学，我们几乎没再见面。加上后来我知道她是何家妓女，从小就叛逆，渐渐的这点芥蒂就被我遗忘了。没想到她会突然怀着孕回来，更没想到我会撞破她和何文海的秘密。我用尽全力维持了最后一丝理智，悄无声息摸回了卧室，在黑眼中大睁眼睛，不知过了多久，背后传来声音，随后床铺一晃，何文海躺在了我身边，伸手搂住了我。我浑身僵硬，忍不住泛起一阵恶心。好在他没有进一步的动作，很快他的呼吸变得平缓，显然是睡着了。我这才敢小心翼翼地转过身，打量着这张我面对了2年多，此刻却显得无比陌生的脸。在他眼里，我就是那个碍事的人吧？明明刚刚才把对我的杀意宣之于口，此刻却能若无其事地把我抱在怀里。这个男人简直令我不寒而栗。可是我要怎么做？戳破这丑恶的真相，跟他撕破脸吗？不，至少现在不能。他想杀我，而且何文丽是他的帮手，在这个家里，现在我是孤立无援的。至少要等到明天，我从这里逃出去才行。而且我家就在本地，就算我顺利从他身边跑掉，但万一这件事捅出来，和家人恼羞成怒，伤害我的家人，我该怎么办？我得好好想想，仔细想想。我就这么战战兢兢躺了一夜，快天明才迷迷糊糊睡了过去。梦里，何文海与何文丽仿若恶鬼，一边一个挟持着我，将我从高楼抛下。我眼睁睁看着自己被摔成血肉模糊的一团，而何家兄妹在我的尸体上拥吻。碍事的人已经死了，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我浑身酸痛，冷汗连连，耳边仿佛有人在喊我。一阵摇晃过后，我猛地惊醒，正对上何文海的脸。晶晶，起床了。我惊恐地望着他，好半天才觉得四肢血液重新开始流淌。
他似乎觉出我状态不对，狐疑地望着我。晶晶，你怎腰出了这么多汗？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我艰难地扯出一个笑容，尽量让自己看起来自然一些。没有啊，可能是昨天晚上睡得不舒服吧。他没再追问，起身换衣服。我今天请假了，准备带文丽去做一下孕检。我巴不得离他们远点，那我收拾一下，准备去上班。何文海按住了我，不用，我已经帮你请假了。从今天起，你就在家帮忙照顾文丽。我如坠冰窟，强撑着不让自己的声音发抖。为什么？他低头微笑，语气一如往常，温和平静，末尾带着微微的笑意。你之前不是还说我做秘书很辛苦吗？反正我的工资附加也足够了。丽丽现在离不开人，你在家陪陪她不好吗？我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她要软禁我。我追着她出了卧室，一边竭力装作没发现异样，一边想找机会出门。工作没做交接，会不会不太好？她笑笑，你是我老婆，谁敢说你的不是？何文丽还躲在卧室没出来，大概是不想看见我。何文海极有耐心地在他门口敲门。好了，丽丽，不是小孩子了，别赖床。医院那边我都约好号了。门突然打开，何文丽冷着脸出现。我想让嫂子陪我去。她看了我一眼，眼瞳深黑。这算什么？挑衅吗？我觉得我的理智都快崩断了。但何文海挡在了他面前，嫂子还要上班呢，下次让她陪你去，听话。他没再说什么。他们离开后，我立刻想打电话给我爸妈，可是手机莫名其妙没了信号，连家里的网络也断了。窗不知何时都被加了锁，玻璃也换成了砸不破的，大门的指纹和密码也换掉了。在我不知不觉间，何文海竟然已经织好了一张网，将我困在其中。以前我爱这个别墅区的清静，此刻却痛恨他这天鹤般的护具和极低的入住率。我恐惧无比，不知道等待自己的会是什么命运。最初的慌乱渐渐平复，我开始认真思考反杀的可能。搏斗风险很高。何文海1.85米，身高体重力量都远胜于我。即使我藏着刀具，在何文海进门那一刻就给他一刀，也难确保何文丽不会黄雀在后。但我也无法冷静地等他们回来，谁知道等着我的会不会是死亡？思来想去，我想起了收在药箱深处的安眠药，那是刚结婚时候何文海说他失眠被下的。后来他状况缓解，就把药随便丢在了药箱里。我翻出来看了看，虽然已经过期，但应该多少还起点用吧。如果起效，我就有机会动手；如果不起效，他们也不会发现我做了手脚。我假装没有发现什么异样，把被我翻乱的地方一一恢复正常，然后开始下厨做饭。临近中午，何家兄妹回了家。检查怎么样？我故作镇静地迎上去，摆出关切的模样。饭已经做好了，快洗手来吃饭。何文丽一言不发地进了卧室。何文海喊了她一声，见她不理，便带着歉色对我说：“这孩子从小就被惯坏了，也是跟你不太熟悉。相处几天就好了。”我根本无心理会何文丽的态度，只一心想着怎么让她出来吃饭。要不你再去叫叫她，是不是孕反没胃口？何文海已坐在了餐桌边，等下我端点饭菜过去就好了。我急得鼻尖冒汗，担心万一何文海吃了饭掀起了药效，何文丽发现异样怎么办？可是事已至此，我也怕说的太多引起怀疑，只能陪着笑脸在他身边坐下，期待何文海能多吃一点。好久没吃过你做的糖醋鱼了。何文海夹起一筷子鱼肉，冲我笑道：“反正在家休息，就想着做点复杂的菜，而且这也是何丽第一次在咱们家吃饭吧。”一边说，我一边紧张地盯着他把筷子向嘴里送去，放在餐桌下的手不自觉地聚成拳。眼看鱼肉已经到了他嘴边，我突然觉得手背一凉，是何文海的手附了上来。明明是夏天，他的手指却很冷，像缠上猎物的蛇。而他凑近我耳边的声音，也仿佛毒蛇吐信：“晶晶，你知道吗？咱们家新装了无死角的监控，我没事的时候特别喜欢看。”冷意顺着他的手蔓延到我全身，我垂头一言不发，
根本不敢与他对视。你昨晚在阳台外偷听的样子，还有你在监控里到处忙活的样子，活像只急于逃命的小老鼠。他笑着冲我的耳朵吹一口气，不过别担心，你只要安心在家把丽丽照顾好，我不会把你怎么样，也不会把你父母怎么样。他伸手揽住了我的肩膀，温柔地亲了亲我的脸。好老婆，帮帮忙。公司现在正是上升期，我没法一直请假，你就在家照顾丽丽吧。还是说你不同意？我没法不同意，我只能顺从地点了点头。等他放开我，我才发现自己已经满身冷汗。既然已经撕破脸皮，何文海便不再掩饰。当夜他就住进了何文丽的房间，而我被他锁在了大卧室。孤零零躺在大床上的一刻，我有一瞬间的自暴自弃，要不然就这样认命算了。何文海早已筹划好了一切，他现在没想杀我，只想让我给何文丽做个免费的保姆。那我何必急着逃跑激怒他呢？看清他的真面目，我已经明白他就是个心思缜密的疯子。跟他硬碰硬不会有我什么好果子吃，何况这房间里遍布着他的眼睛。一想到此刻这个房间的角落里无声运转的摄像头，我就忍不住把自己缩进被子处，牢牢裹住。除了恐惧和无助，更多的是一种崩溃。为什么是我？我一直都是个普通人，为什么偏偏是我被卷进这样异常的事态里？种种情绪夹击之下，我浑身发抖地哭了起来。第二天醒来也依然浑浑噩噩。何文海让我去做早饭，我便默不作声去做。何文丽依旧不理我，只是安静地坐着吃饭。何文海看见我炖了牛奶，立刻皱眉让我倒掉。丽丽乳糖不耐受，不能喝牛奶。你存心的吗？我苦笑，我不知道。他脸色很冷，以前不知道，那就从现在记住。我忍了又忍，才没开口骂他，反倒是何文丽开口了。行了，还让不让人吃饭了？不能喝牛奶已经是小时候的事了，早就可以喝了。何文海对着他立刻笑意盈盈，伸手爱怜地摸了摸他的头。是吗？是哥哥太粗心了，都没发现。丽丽别生气。何文丽偏头避开，吃饱了，我回房了。他站起身，又突然看了我一眼。哥，我不放心独自跟他在家，他昨天还要给你下药来着。我要看监控。何文海有些迟疑，有必要吗？何文丽皱皱眉，走上前拉住了他的手臂撒娇。哥，我只是想安心，你又不能总把他关房间里，我还要使唤他呢。他伸手摸了摸小腹，意有所指。万一何文海妥协了，好了，我知道了，等会儿我教你怎么操作。我站在这两个人面前，只觉得无比屈辱。一想到自己将要处于毫无隐私的监视下，我就难受的想死。何文海一走，我就立刻把自己塞回了床上，蒙上被子，怀着一线希望，我盼着父母或者同事朋友，谁能发现我的失踪？万一呢？而另一方面，我也在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思考逃脱的可能。或许我可以放一把火把别墅点了，这样火警一来，我就可以立即脱困。只是风险略高，门窗都紧锁，万一我逃不出去，岂不要被活活烧死？我打消了这个念头。只是忽然想到，别墅的窗玻璃是什么时候被换成无法破坏的呢？我们平时就住在这里，何文海根本没有机会瞒过我进行这样大量的改装。只有一种可能，在我住进来之前，这个别墅就是这样。可是为什么？难道说我们结婚之前，他就已经在计划用这栋别墅来囚禁人了吗？不是我，也会是别的倒霉女人。我不寒而栗。日子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过去了10天，一直没有人来找过我。我渐渐明白，应该是何文海不知用了什么借口瞒过了我的亲友，让他们都没觉察出异样。中间我也试过再逃走，换来的是一顿毒打。何文海警告我，再有下一次，他就不会原谅我了。我渐渐也习惯了跟何文丽独处，他倒是不怎么找我麻烦，也不怎么愿意跟我接触。硬要说的话，他对何文海态度也是时冷时热的。但我知道，有那些摄像头在，他应该经常在自己房间里窥视着我的一举一动。这天我刚刚准备午睡，他突然出现在房门口，面色冷冷地看着我。我把阳台上的花盆碰碎了，
你去收拾。真把我当保姆了。我憋着一口气从他身边挤过，刚要去拿扫把，他却一脚踢开，用手。何文丽，我终于爆发，你是不是有病？跟自己哥哥搞在一起，很得意是吗？你喜欢何文海那个神经病，你拿去啊，你别让他结婚啊。为什么还要让他祸害别人？何文丽扯了扯嘴角，你这么说话没关系吗？这套监控设备收音效果可好得很。我怂了。何文海之前逼我看了不少视频，那是一些小动物被虐杀的过程，里面出镜的那双手，右手手背上一颗红痣，我无比熟悉，是何文海。他在恐吓我，杀鸡给猴看，我就是那只命运未卜的猴。我只能乖乖去阳台收拾残破的花盆和散落满地的泥土，大部分都洒在了花架后，只能艰难地蹲在缝隙，用手一点点清理。突然，我的余光瞟见了泥土中夹杂的一小片纸和一点亮光，小小的一行字，却很清晰，西侧车库的钥匙。钥匙的模样的确是别墅车库内门的钥匙没错。我心跳如雷，是何文丽吗？他为什么要给我这个？他不是和何文海一伙的吗？还是说这是什么蹩脚的陷阱，等着我跳进去好落得跟那只猫一样的下场？我不敢信，又想要信。最终逃生的欲望占了上风，我飞快借着花架的遮掩，将那片纸塞进嘴里，嚼碎了吞下去，钥匙则塞进了口袋。哪怕这真是一个陷阱，死无对证，我只要咬死了自己什么都没看到就好了。泥土的腥味在口中弥漫，我一边飞快收拾完剩下的泥土和花盆碎片，一边思索着该如何应对。假如这真是何文丽伸来的橄榄枝，她必然会有下一步动作，那我只需要耐心等待就可以了。想明白这点，我低头拎着垃圾袋出了阳台。何文丽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见我出来，目光中闪过一丝急切，这让我确定了放纸条的人就是他。但我不敢贸然表露，只装作若无其事从旁边路过。经过他身边时，他突然叫住了我，收拾好了吗？我点点头。他没再说什么，快速地瞟了一眼电视的机顶盒后，又垂下头去。我瞬间明了，那里有摄像头。之前他闹着让何文海给他看监控，恐怕也是为了确定监控到底有没有盲区。那个花架后面应该就是他发现的一处死角，所以处于监控下的人不仅仅是我，也包括何文丽。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能并不是我之前判断的那样。何文丽费尽心思找出盲区，又在那里留下不会被收音的纸条，恐怕就是为了让我明白我们其实处境相似。虽然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拿到的钥匙，但让我重新燃起了逃跑的希望。即便理智在提醒我不能轻易相信何文丽，我还是决定冒险一试。毕竟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万一呢？我试探着开了口，该收拾的我都收拾完了。对了，晚饭的话，你有什么想吃的吗？我要告诉他我没有漏掉他给我的线索，也希望他明白这是我的嗜好。他足够聪明，立刻回话，晚上我要和哥哥一起吃，你别打扰我们就行，自己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我点点头，回了自己房间。晚饭时，何文丽果然把何文海叫进了房间。很快，房内传来了他们两个隐约嬉闹的声音。我忍住心头的厌恶，一边小心翼翼地走过那扇房门，一边放轻脚步，快速朝车库走去。口袋中的钥匙被我聚得死紧，冰凉而冷硬的触感紧贴在掌心，像微薄的希望。站在门前，我深吸一口气，颤抖着手将钥匙插进了锁孔。门开了，车库里夹杂着灰尘与汽油的味道扑面而来。另一侧的电动门紧闭着，但应急手动开关就在垂在门前。我只需要走过去，拉开它，我就自由了。我迅速关上身后的门，冲上去拽住了那节拉绳。就在我拉动它的一瞬，刺耳的警报声疯狂响起，车库大门纹丝未动。这个开关被换过了，我就说它一定会上当的。随着开门声，何文丽的声音轻飘飘地传进我耳中，像恶毒的泪咒。我僵硬地转身，看到门口两个恶魔并肩站立的身影。
何文宇那张美丽的面孔上满是冷酷的笑意。哥，我说他不会乖乖听话，你还不信？你打算怎么处置他？何文海一步步向我走来，背后的灯光将他的身影投到我脸上，犹如乌云渐渐遮住了所有光明。他俯身看着几乎要摔倒的我，伸手握住了我的脖颈，脸上有惋惜的神情。我不是说过了吗？只要你乖乖的，我不会对你怎么样的。你怎么这么不听话？我吓得满眼是泪。求求你，别杀我，我不会再跑了，绝对不会再跑了。他却毫不留情地拽住了我的头发，将我拖到了车库正中。我挣扎尖叫，试图抓咬他，却被他轻而易举扭住了手臂，狠狠给了我一巴掌，打得我口泛血腥，晕头转向。何文丽拖出一把椅子，将我牢牢锁在了上面。直到这时，我才突然意识到，这个车库里空空荡荡，没有停车，但贴着墙壁的暗影里，不知何时多了一些蒙着布的架子。我脑海中骤然经过昨天所看到的虐猫视频，那个灰白色的空间，那个有些眼熟的墙壁样式，不就是这个车库吗？意识到了自己的命运，我忍不住发起抖来。何文海察觉到我的颤抖，温柔地拍了拍我的脸，放心吧，不会杀你的，只是一点小惩罚。他走过去，掀开了盖布，血迹斑斑的凶器们露出了狰狞的面孔。他随手捡起一把钳子，走过来抓起我的手，是这只手打开了车库门吗？还是另一个？钳口夹住了我的指甲边缘，微微用力，钻心的疼痛立刻袭击了我。我声声惨叫求饶，却阻挡不了他缓缓掀起我指甲的动作。溅出的星点血迹喷到了他唇边，他暂停下来，伸舌舔掉。晶晶，你叫的声音太大了，是想我把你的舌头割掉吗？我呜咽着疯狂摇头，指甲还连着血肉，没有完全脱离。何文海仿佛觉得很有趣一样，来回地摇动着钳子，这样缓慢地拔除简直是凌迟，我浑身的力气都快被疼痛抽空了。求你了，文海，求你了！眼泪沾湿了鬓发，混着汗水一起粘在我的脸上。何文海审视着我表情，似乎很满意我这狼狈与痛苦的表现。他腾出一只手，轻柔地拨开我的乱发，亲了亲我的眼睛。第一次见你，我就觉得你的眼睛很漂亮，跟丽丽很像。等所有的事结束了，我把你的眼睛留下来做纪念，好不好？我咬牙撑着不让自己昏过去。别杀我，文海，求你了！何文丽能为你做的，我也可以。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你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吗？他愣了一下，忽然大笑起来。你想跟丽丽比？哈哈，丽丽，这女人已经疯了。他扭头想对何文丽说话，却被何文丽高高举起的锤子狠狠砸上了头。何文海应声倒地。我惊魂未定，何文丽却毫不犹豫地又补了2下，确认他晕过去之后，过来解开了我。走吧。我迟疑地望了望何文海，他不会死吧？何文丽丢开沾血的锤子，招呼我帮忙把何文海捆起来。你要是还想跑出去，就别废话。这对兄妹还真是一样的辣手无情，但我也不希望再落到何文海手里，立刻开始帮忙，生怕出什么盆子。我连他的膝盖都缠了几圈绳索。正忙活着，何文海醒了。丽丽，他头破血流，半张脸都是赤红，看上去害人极了。我真是小看你了，你觉得你这样就能从我手里逃走吗？何文丽一个机灵，跳起来重新把锤子在手里。何文海，你现在已经伤不到我们了，大不了我就杀了你。这么多年我忍你早忍够了。何文海嘻嘻地笑起来，脸上神色扭曲。你杀呀，反正我死了，你妈也活不了。何文丽冷冷地瞪着他。有一瞬间，我突然觉得他的模样跟刚才要折磨我的何文海重叠了。他上前几步，一把拽住了何文海的头发，咬牙切齿地说：你以为我还在乎吗？我已经不是那个哭着找妈妈的小女孩了。他狠狠一锤，砸在了何文海的膝盖上。我清楚地听到了骨头碎裂的声音。何文海惨叫一声，终于收起了那副轻视的嘴脸。何文丽像是从这其中得到了什么乐趣，突然笑了起来。哥，我忽然想起来小时候你对我做的事情，觉得应该一一回报你才行。从我妈跟你爸结婚，你就一直觉得他是小三上位，
当然，他是小三，但那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恨他，为什么要报复我？他低头捡起了那把钳子，夹住了何文海的指甲。何文海的脸色瞬间变白。丽丽，住手！你不能这么对我，我一直那么爱你。何文宇毫不犹豫地拔掉了他一枚指甲。在何文海的惨叫声中，他悠悠笑着，爱我，你强暴我，折磨我，就连我逃到外地去上大学了，你还是不肯放过我，把我抓走囚禁我，让我怀孕，这是爱我，你就是个变态人渣。何文海冷汗津津，却望着他目露痴迷。我爱你，所以想让你成为我的女人，有什么不对？起初我是恨你，恨你妈不要脸，所以我觉得你也是个小荡妇。可是丽丽，你看不到我的心吗？我后来对你那么好，我甚至为你跟我爸翻脸，即使他用公司股份威胁我结了婚，我还是一心喜欢你，你怎么能这么辜负我的爱？闭嘴！何文宇狠狠给了他一耳光，你真是让我恶心。他毫不留情地拔下了第二枚，把指甲丢在地上。何文丽伸手握住了何文海血肉模糊的指尖，狠狠碾压。你知道吗？从你半夜闯进我房间那天起，我每天都想杀了你。如果不是因为我妈，我早就跟你同归于尽了。何文海倒抽着凉气，你真的不怕我杀了他？没有我给他付医药费，他很快就会死。何文丽又一次夹住了他的指甲，无所谓。他眼中缓缓溢出泪水，冲淡了脸上的血迹，但语气中的痛苦却无比清晰。当你压在我身上时，我看到他就站在门外，我喊他救我，他却选择关上了门。事后我想报警，他跪着哭求我，说他好不容易跟你爸修成正果，求我不要毁了他的生活。他惨笑起来，我可真是有个好妈妈呀，你知道吗？他甚至想让我嫁给你，嫁给一个强奸犯。要不是你爸知道之后立刻把我赶去外地，他说不定要亲自把我送到你床上了。我站在一边，震惊于自己听到的真相，忍不住向前走了一步。丽丽，就算这样，你也没必要为了一个人渣赔上自己一生。我们找到他的手机，报警，把他交给警察。何文道扭头看向我，罗晶姐，你是个好人。当初我其实想阻止你嫁给这个人渣的，但我没机会。你肯听我计划，拿自己当诱饵吸引他的注意，我已经很感谢你了。是的，车库逃跑根本就是我和何文丽的计划一环。其实自从发现了花架后的死角，我们已经文字传递信息有一阵了，只需要躲在被子里，就可以放心写下纸条，放在花架后交给对方。我们交换了信息，我熟悉别墅，他熟悉何文海。何文丽说，何文海对他其实也一直有戒心。之前这1年多，他表面上是在外地上大学，其实是处于何文海的控制之下。如果不是父母出事，何文海接手公司，没办法再频繁往返外地，他大概还被囚禁在外地的密室里。所以，我们至少要有一个人取得何文海的信任，来博得一个出手的机会。何文丽本想由他来扮演这个角色，但我觉得，比起我，何文海应该更容易相信跟他一直彼此纠缠的何文丽。而我之前就逃跑过2次，再跑一次也不会显得突兀。于是我主动承担了祭品的角色。事情的确顺利，只是出乎我意料，何文丽的恨意如此之深，她想虐杀何文海。丽丽，你想清楚，何文海的罪行自然由法律来审判，你不用脏了自己的手。封闭的车库中弥漫着淡淡的血腥味，日光灯惨淡的白光下，何文丽的脸色清白如死人。就算报警，她大概率不会是死刑。何家有钱有势，我不想等几年后他出狱，又被他找到。他冲我笑了笑，语气温柔，罗晶姐，你也不想吧？是的，我不想。这栋别墅宛如我的噩梦，这段婚姻也将成为我的阴影。终其一生，我也不想再遇见何文海这个人。对于何文丽来说，她所经受的折磨与苦难远胜于我。何文海对她的折磨是全方位的，从精神到身体。他洗澡时，我曾给他送过浴巾，只是短短一景，我看到了他身上数不清的新旧伤痕。他的手腕上有很多参差的刀口，那是他试图自杀的证据之一。
因为母亲的怯懦和继父的漠视，他沦为何文海的玩物。如果不是害怕影响何文海的婚姻，何父大概也不会那么快将他送去外地。我无法想象这个可怜的女孩究竟如何度过了那样的日子。她被控制、被监视、被威胁，求告无门，只能屈辱地咽下所有的血和泪。当年我嫁入何家，在她的立场看来，或许是一个解脱的契机，可她还是毅然决定劝说我，暗示我逃离这个火坑。她美丽、善良且聪慧。如果没有遇到何文海，如果他的母亲曾勇敢地保护了他，他本该如鸟一般自由。何文海从痛苦中缓过神来，将求救的一头向了我。晶晶，求求你，救救我，我不想死，我们之间有感情的，对不对？他被牢牢禁锢在椅子上，如丑陋的虫蛹，脸上叫人的血迹已经被泪水冲出了沟，让他一贯斯文英俊的面孔显出一种可怖又可笑的卑劣。血肉模糊的手指竭力张开，似乎想要抓住我身上微渺的一点善意。我忽然想到了他视频中那些无助的动物，那些被斩杀、被火烧、被折断手脚、开膛破肚的可怜生命。原来他也不过是任人宰割的鱼肉罢了。原来面临绝境，一直散布恶意的人却希望别人保持善良。说起来，同样的话，我之前好像刚对他说过。那时候他是怎么对我的？被撬开的指甲重新痛了起来。我慢慢走上前，从架子上抽出了一把尖刀，与何文丽无声对视了一眼。秀林湾别墅区 A3栋的大火在新闻上挂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院内种有景观树木，累积了大量落叶，时节又正好是干燥有风的季节，别墅本身又有一部分木质结构，所以火起之后迅速烧着了整栋别墅。更重要的是，火灾中死掉的人身份显赫，刚刚继承了家族企业，原本应该是春风得意的青年企业家何文海。他在人生的巅峰期，一夕之间命丧火场。推断是车库中车子汽油泄漏，而何文海坐在车内抽烟，结果气化的汽油遇到明火，产生了爆炸，进而引起了火灾。何文海连个全尸都没留下来，火烧了那么久，可以说是化成了灰。同时被从火场中救出的，还有何文海的妻子与妹妹，也就是我和何文丽。我们因为爆炸发生时在比较远的2楼卧室，没有受到爆炸波及。在逃生过程中过于慌乱，我们2个都受了轻伤，但好在保住了性命。趁着在医院休养，何文丽打掉了那个本不该存在的孩子。火灾事件的余波渐渐平息，我身为何文海的妻子，开始接手他留下的遗产。庞杂的遗产一一清点下来，我意外发现了藏在他公司办公室保险箱里的秘密。何文海正是其父母之前所遇到车祸的幕后操纵者。原来他之前说要清理掉碍事的人，并不单单指我，我只不过是最后一个。何文海的父亲在知道自己寄予厚望的宝贝儿子被后期带来的野丫头迷住之后，第一时间就选择了羞辱何文丽，要求他离开。是何文海不肯放手，何父选择用公司继承权来强迫何文海相亲结婚，却没想到这成了为自己种下的催命符。何文海大约将这视为自己的杰作，在保险箱中详细留存了其父母车祸时的视频以及买凶的证据。而跟这些罪证一起被发现的，还有许多令人作呕的虐杀小动物、暴力侵犯女性乃至尝试虐童的视频。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报警。一时间，何文海的名字牢牢地与反社会人格、变态、人渣、杀人魔之类的词语挂在了一起。而我这个遗孀，还有何文丽这个妹妹，作为被蒙在鼓里的可怜幸存者，则成了被大众同情的对象。连在医院里好容易摆脱了危险期的何母，也不断有人想要采访。当然，她现在还不能说话，我和何文丽亲自轮流照料她，为她挡掉了所有的打扰。何文丽对她的感情应该颇为复杂。经常我来换班时，会看到何文丽在对着床上那个意识清醒但不能言语的妇人絮絮低语。她在一遍一遍地提醒着这个失职的母亲究竟带给自己的女儿多少伤害。
我当然选择性无视了何文丽对他的一些照顾不周。长期卧床的病人总是免不了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压疮，比如吸入性肺炎。但大众的同情和窥探免不了成为我们生活的压力。2个月后，我们注销了公司，带着所有的财产和亲属飞往了异国他乡。本来想带上何文丽母亲的，但很可惜，这个可怜的妇人在出发就因为并发症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我和罗宇拥有了新的生活。那件事之后，我的父母将何文丽收为了养女，这是她的新名字。她摆脱了往日的四笼，成为了可以在自由晴空舒展羽翼的鸟儿。为了让她能够安心拥抱新生，我悄悄处理掉了何文海那个保险箱里与她有关的内容。毕竟，她曾经是何文海最满意的猎物。那些日记、照片、视频本就不该存在。至于那个别墅中所发生的一切，随着那场大火，似乎已经变成了一场谁也不会去主动提及的梦。长冬慢慢过去，我渐渐连这个梦也不太做了。春天，我带罗宇入学了一所当地的大学。他一直以没能正常上大学为遗憾，而我一直用何文海的钱来尽量弥补他。在这个国家短暂的春日里，那一天是难得的好天气，气温不冷不热，阳光明媚纯净。天空因为湛蓝而显得高远，抬头仰望时甚至会产生坠落的错觉。罗宇和一群同学照完了合影，笑眯眯地走到我身边，挨着我在草坪上躺下。真好啊！他喃喃叹气，姐，你知道吗？我在医院问过我妈后不后悔，她都那样了，还抓着我的手骂我是小畜生，说没有我，她就不会这么惨。他突然停住了声音，我心中微微一动。什么时候的事？在我的印象里，何母最后那段日子一直是口不能言的状态。只有在她死前1周，我忙着折腾出国的事，没有去过医院。也就是那段时间，医生曾打电话来说她的状态有好转，谁知很快又急转直下，最终抢救无效去世。一直守在她身边到最后的人是罗宇。也就是说，但都是毫无必要的猜测罢了。他没有说话，我也没有说，我只是握住他的手。我们一起望着蓝得令人眩晕的天空，在微风中闭上了眼睛。晚安。